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书《Die with Zero：让人生过得富足的终极法则》。这本书非常畅销，影响力巨大，甚至可能改变你的人生。我希望今天介绍的内容能够对大家今后的生活有所帮助。各位是否听说过著名的伊索寓言蚂蚁和蝈蝈呢？在夏天，勤劳的蚂蚁为了储备冬天的粮食，不停地工作，从不休息；而悠闲的蝈蝈则自由自在地玩耍。结果冬天来临时，蚂蚁活了下来，而蝈蝈则面临悲惨的现实。这则寓言告诉我们，人生中既有应该努力工作的时刻，也有应该享受玩乐的时刻。这的确是个很有道理的故事。不过，这里会出现一个疑问，那么蚂蚁什么时候才能玩耍呢？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所在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像蝈蝈一样在应该工作的时刻不努力，结局会很悲惨。但蚂蚁呢？难道它们也只是像奴隶一样辛苦工作，过完短暂的人生，然后死去吗？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呢？当然，每个人都必须为了生存而工作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希望超越单纯的工作，去体验更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活出真正的人生。本书所讲的内容，就是如何不仅仅通过工作虚度一生，而是充分活出真正让自己满足的人生，不仅让经济富足，更让人生本身真正丰富的方法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。第一，我现在70岁了，非常后悔年轻时没有好好花钱。第二，从这个年龄开始动用资产的人，最终都能成为人生的赢家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我现在70岁了，非常后悔年轻时没有好好花钱。人类平时总觉得人生仿佛会永远延续下去，当然，这样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很难每天都以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的心态来生活。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据说每天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，我会去做现在打算做的事情吗？的确，通过这样的自问，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行为，珍惜每天的时间。但实际上，每天都成为人生最后一天的情况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因为觉得今天是最后一天而选择逃避工作，只顾玩乐，那么你会变成像蝈蝈那样，不工作却无所收获的境地。也就是说，在人生中，适度地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往后推迟，忍耐工作，也是有意义的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我们现代人往往过度地把想做的事情一再推迟，一直忍耐到为时已晚，只是单纯的省钱储蓄，仿佛人生会无限延续一样。我们不断把真正该做的事情拖延下去，但是人类无法违抗衰老，终有一天，每个人都会死去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燃烧生命，如何让人生更加丰富。这听起来或许像哲学上的说法，但本质上讲的是合理的最优化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人生的浪费，增加有价值事物的问题。人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我们应该把时间分配给什么，分配多少的问题。而这个结论非常简单，把钱花在现在才能做的事情上。比如，有人以旅行为爱好，旅行虽然花钱，但如果现在忍耐不去做，确实可以存下那部分钱。然而，当你存够钱，老去之后，90岁时再到处去旅行几乎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现在忍耐可以暂时积累金钱，但等到真正有能力做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年龄太大而无法实现。过去的时间无法重来，只会留下如果年轻时去做就好了的遗憾。因此，过度忍耐不花钱而错过机会，是一种极大的浪费。本书作者指出，与其因挥霍而老后资金耗尽，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将想做的事拖延，最终未能实现而浪费人生。那些放弃追梦、安于稳定无趣工作的年轻人，
或者虽然存了很多钱，却继续长时间工作的成年人。本书作者认为，他们实际上是在将真正活着的时间一再推迟，从而浪费人生。那么具体该如何做，才能不拖延自己想做的事，过上无悔的人生呢？关键是知道什么能让自己幸福，并毫不吝惜地把钱花在那些经历上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幸福经历不同，有人觉得旅行很有价值，有人则喜欢在家静静地读书。让人幸福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，重要的是不要随波逐流，而是有意识地选择对自己重要的经历，并毫不吝惜地投入金钱。不过，判断什么能让自己幸福，哪些经历值得花钱，其实并不简单。这是因为人生的价值观会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而改变。比如，小时候可能觉得去游乐场最开心，但长大后，阅读或旅行等提升内在价值的体验会变得重要。再往后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为自己的健康做出的行动会变得重要。由此可见，人生各个阶段的价值观会发生很大变化。因此，要最大化人生有限的时间和金钱，时机非常重要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明白，为了最大化时间和金钱的价值，关键在于把握好时机。那么，具体我们该如何行动呢？本书提出了生命能量的概念。生命能量是指一个人为了做任何事情而消耗的所有能量。工作时，我们也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能量，而通过工作获得的钱，其实就是我们为了赚取这些钱所消耗的生命能量的体现。也就是说，工作本质上是把我们自身的生命能量转换成纸币。如果这样理解，我们就可以在购物时用时间来计算价值，而不是用金钱。换句话说，用时间而非金钱来衡量价值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所有工作都是浪费时间，工作本身也有乐趣，也有人从中获得成就感。然而现实是，尤其是日本人，很多人对工作并不感到满足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在发达国家中，日本人的工作动机特别低。如果把生命能量花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工作上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为了真正想做的事所需的能量会被耗尽，最终就会像寓言中的蚂蚁那样，一生辛勤劳动，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死去。也就是说，重要的是不能为了赚钱而牺牲人生，不要成为工作、物质或金钱的奴隶。当然，我们生活离不开金钱，即便说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，没有钱也是无法生活的。因此，为了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并维持生计，我们必须获得经济自由。许多人可能认为，要实现经济自由就必须存够1亿日元，然后财务自由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能够尽量简朴生活，不花太多钱，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资金。然而，有价值的经历往往需要一定费用，比如一生难忘的旅行或精彩的音乐会门票都会花钱，但这笔钱是值得花的。因此，关键是尽量少花在物品上，而花在体验上。心理学研究也表明，与其花钱买物品，不如花钱在经历上，更能让人幸福。物品带来的喜悦瞬间很大，但很快消失，而经历带来的价值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会增长。本书作者称之为记忆的分红，经历会随着回忆而不断增值，就像投资的复利效应一样，经历的价值会随时间增加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毫不吝惜地把钱花在体验上。如果总是省钱，而错过年轻时才能做的精彩经历，那么那种机会再也不会回来。结果，我们的世界将变得非常狭小。因为人生与人格的深度，归根结底是由经历累积而成的。那么，为了过上最充实的人生，如何最大化经历的价值呢？答案是在活着的时候，把有限的生命能量尽可能投资在有益的经历上。此时重要的是不要无意义的储钱。本书作者提出，要在死前用尽所有的钱，因为死后我们无法再使用金钱。
所以目标应该是带着零资产离世。当然这样想会让人感到不安，我们极度害怕将来钱不够用。正因为这种不安，我们会把本可以花在当下独特经历上的钱存起来，最终死去时还没用掉。这种因为害怕钱不够而过度储蓄的生活方式，正是预言中蚂蚁的生活方式。本书作者建议，这类过度谨慎的人应该学习蝈蝈式的生活方式，为了将来的不安而放弃本可以享受的快乐，会降低人生的幸福感。然而，正如预言所示，如果完全采取蝈蝈式生活，将来会面临困境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合理结合蚂蚁式与蝈蝈式的生活方式。大家的生命能量，如果通过劳动换成金钱，再用这些钱去买物品或体验，不如直接把能量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，这是最有效的使用方式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收入可能会上升，但由于体力和健康状况的限制，可做的事情也会受到限制。因此，中年以后，用高收入工作赚来的钱去乘坐新干线或飞机，进行尽量不消耗体力的旅行，其精力的价值会更高。由此可见，何时工作、何时娱乐的平衡至关重要。通过自主掌控这种平衡，人生中工作与享乐这两者就可以兼顾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将讲解，从这个年龄开始动用资产的人，最终都能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如前所述，要将生命能量无浪费地转换为对人生有益的体验，需要平衡何时赚取收入、赚多少以及花多少钱在快乐的经历上。但要做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最大问题是过度工作。现代社会中，有很多人无论赚多少钱，总觉得还不够。随着资产和收入的增加，本来以2000万日元为目标的人，一旦达成目标，下一步目标就变成4000万，甚至1亿日元。金钱欲望不断增加。然而，无论存多少钱，如果赚来的钱死后都没用掉，就等于浪费了人生宝贵的时间，时间无法挽回。如果死时留下1亿日元的资产，那就意味着错过了价值1亿日元的体验机会。因此，正如本书标题所示，以零资产死去，是让大家将生命能量无浪费地投资于幸福人生的方法。虽然零资产死去的理念确实非常高效，但问题在于，我们无法预测自己何时会死。现代医疗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让寿命不断延长。由于无法预测死亡时间，要做到死时零资产并非易事。如果你计划在80岁前用尽所有钱，但实际上寿命是100岁，那么剩下的20年将1分钱都没有。这种情况非常惨，就像蝈蝈一样陷入困境。针对无法预测何时死亡的现实问题，本书作者给出了非常简单的答案，以人可能活到的最长寿命为前提，计算每年的消费额，也就是说，以自己可能活得最久为前提，决定每年的花费即可。许多人甚至连这种简单的计算都没有做，只是模糊地存了不必要的钱，或者反而存得不够。为什么我们会存超过所需的钱，或者反而钱不够？那是因为不加思考，自动存钱，或者优先考虑短期回报的生活方式更轻松。也就是说，这里讨论的并不是蚂蚁和蝈蝈哪种更好，而是都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把眼前刺激的快乐放在首位，把所有钱立刻花掉的生活，就是蝈蝈式的，而无目的的储蓄，到生命尽头还留下大量资产的生活，就是蚂蚁式的。这两种方式都是不理想的。由此可见，将蚂蚁式与蝈蝈式结合，用自己的头脑规划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顺便说一下，有人可能会认为，因为有孩子，所以应该留下钱。但是如果要把钱给别人，越早越有益，没必要等到自己去世再给。如果等到去世，不仅要支付庞大的遗产税，到你100岁去世时，你的孩子也已经60、70岁了，那时已不是能花钱享受的阶段了。
金钱最能用于宝贵的精力，是在年轻时。因此，如果要给别人钱，最好在年轻时就给，而不是死后给。也就是说，死后留下钱几乎没有任何好处。由此可见，很多人死后留下钱的行为是非常不合理的。许多人因为害怕老后钱不够，而不加思考的储蓄，虽然这种行为极其不合理，却依然继续这样做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认真面对这种恐惧感。很多人觉得死前花光所有钱很可怕，没人想一辈子都为钱担忧。但统计显示，即使一生努力积累资产，老后也很少动用的人非常多。实际上，社会上随着年龄增长，收入上升而支出减少是常态。也就是说，即便自然想花钱，老年时能花的钱和机会也远不如年轻时多。然而，很多人在退休后仍然继续存钱。最近，即使在65岁退休后，仍有许多人觉得钱不够，继续工作。为了预防认知症或保持体力，适度工作本身是有益的，但为了钱而勉强做不想做的工作，就是浪费人生。最终，这些为了钱而勉强积累的资产，我们死时也无法充分使用。换句话说，人们不仅不能零资产死去，甚至在有生之年都没真正去使用自己的钱。这样的人生显然与幸福生活完全相反。本书作者指出，人们过度储蓄，老后不愿动用钱，是有明确原因的。为了应对老年的医疗费用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生病的可能性增加，高额医疗费用也可能随之而来，而且具体花费难以预测，这增加了人们的焦虑。像日本和美国一样，如果想享受医疗，就必须自己掏钱，这是常态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为将来疾病储蓄似乎合理。但本书作者认为，这就像为了防备外星人入侵而储钱一样荒谬。虽然未来外星人可能会入侵地球，但你会为了此花费1亿日元建避难所吗？大多数人不会，而是会把钱花在丰富自己的人生上。实际上，为了老年的医疗费用而现在拼命积累大量资产，就像为外星人入侵储钱一样不现实。普通人能存的钱，根本无法应对昂贵的尖端医疗。也就是说，为了高额的临终医疗而存大钱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并不现实。人类迟早都会明白，最后几个月被各种管子连接着延续生命，而为了这一刻牺牲年轻时宝贵的几年，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？与其如此，不如坦然面对死亡，到墓地再相见，这反而才是更值得称道的人生。更重要的是，与其把钱用于疾病治疗，不如用于预防疾病，这样的效果要好得多。如果把钱花在预防上，许多疾病，尤其是生活习惯病，都可以得到控制。结果是，你可以用低成本长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老年的健康问题而牺牲现有生活质量，是一种大的错误。由此可见，最重要的不是无目的地增加资产，而是明确设定资产开始减少的时机。我们很多人为了将来而储蓄，把当下的快乐一再推迟。当然，为了每天的生活饮食，适度克制当下的享受，以准备未来是必要的。但推迟快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生活中过于追求稳定，有一天你会因为过度推迟人生乐趣而感到强烈后悔，这将成为巨大的遗憾。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极其可惜的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不错过投资于无法重来的宝贵经历的时机呢？答案就是明确掌握开始动用资产的时机。首先，请大家把自己拥有的所有资产重新列一遍清单。资产增加本身是件令人高兴的事，但问题在于，如果资产持续增加，你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陷入困境。为了最优化人生，必须在增加资产的阶段与减少资产的阶段之间做出切换。也就是说，刻意设定净资产减少的节点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到了60、70岁仍然净资产持续增长，
那么几乎不可能实现零资产死去。如果想实现零资产死去，就必须在相对较早的阶段就开始减少净资产，否则你的钱就会被浪费，而错过那些有价值的经历。因此，不能随意等待时机开始动用资产。如果想用钱尽可能充实人生，就必须刻意决定开始动用资产的日期。那么，我们具体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用资产呢？关键的参考标准是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等生物学年龄，即使实际年龄都是50岁。从生物学年龄来看，有的人是40岁，有的人是65岁。健康状态良好的人，可以把动用资产的时机安排在人生后期。相反，生物学年龄较高的人，就应该较早开始动用资产。本书的结论是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最合适的动用资产开始时间是45岁到60岁之间。健康状况良好、生物学年龄低的人，其资产峰值接近这个区间的上限，也就是60岁。而健康状况差、预期寿命短的人，其开始动用资产的时间则接近下限，也就是45岁。如果在45岁之前就开始动用资产，多数情况下，像蝈蝈一样，最终会耗尽资金，老年可能面临破产。相反，如果把动用老年资金的时间推迟到60岁以后，就无法把钱花在自己的享受上。综上所述，根据自身健康状况，最好在45岁到60岁之间确定动用资产的时机。总的来说，作者想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时间和生命能量都是有限的，金钱只是实现美好经历的工具，而不是最终目标。与其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工作和储蓄上，最终死时还留下大笔财富，不如有意识的规划，合理利用自己的生命能量，把钱花在真正让自己快乐、让人生充实的体验上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